今集戰術分析同大家講下浪費咗歐聯名額嘅亞特蘭大。咁今集題目咧係由會員 Alex 提供嘅。咁理性分析咧就會定期出 post 問各位會員有咩題目想睇嘅，例如比賽分析啦、球例、球員、戰術等等。咁大家 brainstorming 一下，然後揀出我覺得最有得發揮嘅提議，製作成影片。或者當復賽之後，其中一個比賽週有幾場大戰，而要揀一場分析嘅時候，到時亦都會問下咁多位會員想睇邊場嘅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參與理性分析嘅影片製作，歡迎喺訂閱掣隔離撳加入會員，咁就有機會睇到你想睇嘅分析片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宣傳完啦，講翻正題先。咁加斯帕連尼帶領嘅亞特蘭大近幾季以強勁嘅進攻力聞名。咁只講今季意甲未完呢，已經有多場大手交易嘅比賽啦，包括大勝 AC 米蘭帕爾馬5-0、7-1大勝烏甸尼斯。咁意甲停賽之前呢，作客大炒萊切7-2。咁上季意甲38場入咗77球，為意甲最高。咁今季呢，只係打咗25場就已經入咗70球啦。而入第二多嘅拉數呢，就只有60球啫，係拋離足10球嘅。咁而且70球當中係有49球係3波射入，亦都係意甲最多嘅。咁每場平均呢，亦都有20次射門，亦係全意甲之最。第二位嘅拿波里亦只有18.5次啫。從大部分嘅進攻數據嚟睇，亞特蘭大的確係獨領風騷，為意甲功力最強嘅隊伍。咁究竟加斯帕連尼嘅戰術係點樣打造最強之矛亞特蘭大呢？咁首先從陣型入手，亞特蘭大通常以3-4-1-2出戰。咁整體配搭上呢，係有啲似上集嘅新特蘭，中堅有一定嘅自由度上前助攻。再次證明三中堅呢係唔一定以防守為主嘅。咁當亞特蘭大控球從後場組織嘅時候，左右中堅呢會散開拉邊，將一對翼位推前，然後一對中場退後到中堅之間嘅空位幫手連接，中堅就再拉邊推前，一對翼位呢就可以再推上，一對前鋒又會適時回後做支點，引出對手中堅製造空位，然後隊友再後上插入傳中或者攻門。咁進攻中場呢，通常為高美斯就喺中間自由遊走，不時去兩邊進行 overload。咁亞特蘭大之所以功力強橫，除咗走動多、速度快、球員好肯壓上之外，主要係因為流動性好高，每個球員均可勝任多過一個位置，根據陣型變化互相換位，實行全民皆兵。咁目前為止呢，整隊係有14個球員曾經入過波嘅，有13個球員作出過助攻。亞特蘭大嘅流動走位並唔係亂咁走嘅，大家細心留意可以見到3-4-1-2當中兩邊係各自形成一個鑽石形。咁呢個鑽石形呢，就係亞特蘭大呢套戰術嘅重點啦。當其中一個球員控球嘅時候，可以確保附近必定有3個傳球選擇。咁喺足球世界有選擇就係王道，越多選擇變化就越大。例如中堅攞波喺中路呢，可以形成鑽石形啦，到右中堅攞波嘅時候，右路形成鑽石形。而剛剛所講嘅流動性呢，就係中場會不時回後攞波，右中堅順而向右邊散開，右翼位向前壓，進攻中場過嚟幫手嘅時候，又可以形成一個鑽石形。而且翼位球員呢，已經變成翼鋒，中堅成為翼位，又或者前鋒回後做支點，又係可以形成鑽石嘅。藉此呢，亦都將對方中堅拉走，進攻中場或者右翼位就可以插上。而且中堅係有足夠嘅自由度走上前，中堅係可以直接傳到俾前鋒之後向前跑入空位殺入禁區。咁中場球員呢，就自然會回後補翻中堅個位啦。咁喺呢個範圍，大家係可以互換位置，但係重點就係要保持呢個鑽石形。當大家嘅思路唔限於自己嘅位置，同時係根據戰術去理解整個狀況嘅時候，咁自然就會知道幾時應該換位，幾時要補位。各個球員對戰術嘅理解度一定要好高。
咁其次，兩邊邊路形成鑽石形，可以 overload 對方邊路嘅防守。咁因為正常防守呢都係集中中路，邊路最多只有一隻閘加一隻嘢去防守，必要時加埋中場都係得3個。所以當亞特蘭大長期有4人喺邊路嘅時候，咁對方嘅防守呢就自然會靠過嚟。例如中堅離開中路位置啦，或者加多個中場。當引到對方防守集中一邊嘅時候，就轉邊去對面嘅翼位，然後利用空位作出傳中，一隊前鋒呢就衝入禁區接應，對邊嘅翼位呢亦都會衝入禁區側尾處嘅。當然如果有冇空位呢，就會再轉邊，不斷咁轉邊去尋找空位啦。咁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？咁啱啱所講嘅戰術配搭當中，前鋒嘅角色係非常之重要。同埋點解只講右邊呢？就因為亞特蘭大嘅右前鋒為伊利石。咁雖然身高190啦，但係腳法純熟，而且32歲，經驗老道，對於空間嘅掌握、理解能力好高，用佢作為前場停球支點係非常有效，而且作用比支點係更多。伊利石經常靠右，差唔多會以內切翼鋒嘅位置出現，加上身形高大，佢回後停波呢係非常穩健嘅，可以 hold 住對方嘅中堅，製造出空位，等隊友後上再傳出威脅嘅傳球。而且隊友可以選擇直接射門，或者再傳中俾另一個前鋒薩巴達。亦都因為佢嘅多作用性，佢可以由前鋒變做拉邊嘅角色，引開對方防守，令翼位、中場甚至中堅從後走上去前鋒位攻堅，令對方防不勝防。而且佢係左腳球員，喺右邊內切翼鋒位置出現呢，亦都可以給大位用左腳直接射門，變化可以好多。伊利石今季係打咗19場正選，2場後備，攻入15球，係球隊嘅神射手，兼且有5球助攻嘅。咁而另一邊嘅前鋒薩巴達呢，周圍另一類型嘅前鋒，係比較似留喺禁區嘅射手嘅，大隻硬淨，體力型。咁主要作用呢，有別於伊利石嘅組織型支點，反而好快將個波送出，再走入禁區接應，咁較多時間呢，佈喺禁區嘅。咁呢個時間就需要亞特蘭大嘅心臟高美斯啦。咁頭先都係集中喺兩邊嘅鑽石型啦，冇特別提過進攻中場高美斯嘅。咁高美斯喺球隊嘅角色呢，類似自由人。咁今季24場係有10次助攻，為全隊之冠。意甲亦都只比拉素嘅艾拔圖嘅12球少嘅啫。球隊邊度需要佢呢，就喺邊度出現。佢會回到好後攞波去組織，亦會去左右兩邊配合，亦會喺2名前鋒身後組成3箭頭嘅攻堅。例如喺右路進攻，因為有伊利石嘅關係呢，高美斯係唔需要參與太多嘅。佢喺鑽石型附近係待命，當任何一個隊友走位嘅時候，高美斯隨時補上，重組另一個鑽石型。又或者對方忙住應付邊路4個球員，高美斯喺附近出現幫手呢，就容易形成冇人看管。咁當皮球傳到高美斯腳下嘅時候，咁防守球員呢就好自然會一齊衝向空晒嘅高美斯，咁跟住其他隊友呢就有空位啦。又或者直接取代其中一個隊友嘅位置，其他隊友再順延，又不斷去轉位，拉散對方防守。不過相對喺左邊呢，因為前鋒係薩巴特嘅關係，佢就較多喺左邊參與組織，去攞多啲波嘅。咁呢個就要睇高美斯嘅選擇同埋佢臨場嘅應變啦。亦都代表佢喺亞特蘭大嘅位置呢係好重要嘅。咁講咗咁多呢，看似大家都冇特定嘅位置，但係其實呢係有固定嘅位置嘅。只係每個位置上嘅人係可以不斷咁轉換，翼位可以企前鋒位，中堅可以企翼位位，前鋒可以企中場位。咁一切咧都係建基於鑽石型嘅組織。咁另外除咗進攻之外，當亞特蘭大冇控球權嘅時候，2隻翼位當然退後到2閘，形成5後衛，雙中場企喺防線前邊。咁進攻中場呢，通常都企喺一隊中場前少少嘅。咁亞特蘭大嘅防守方式呢，亦都奉行瘋狂式嘅前場逼搶。咁通常一隊前鋒去逼對方嘅中堅，翼位就逼2閘，進攻中場去逼防守中場，盡量去封鎖對方喺後場嘅短傳選擇，不斷去給予壓力。例如前鋒利用弧線走位去逼搶，收窄中堅傳波嘅角度，逼佢去埋一邊，然後其他位置蜂擁而上，利用邊線將對方封死，務求令對方難以組織，最後只能慌忙長傳，降低長傳嘅質素，然後由中堅回收。咁同現時大部分前場逼搶呢都大同小異嘅。咁我喺唔同嘅分析片呢都講過噶啦。但係同樣地，缺點亦都係好多擅長逼搶球隊一樣啦。
球隊壓得太前，太積極向前衝啦，中堅都話會跑埋上去嘅。咁後防呢，就自然出現大量空位被打反擊啦。咁而且都講過好多次噶啦，玩逼搶嘅球隊呢，多數都係跟波走噶啦，位置企位都係較差嘅，好易俾對方去拉散防線。咁今季暫時位於第4位嘅亞特蘭大呢，雖然攻入70球啊，但係失球呢係34球，場均失多過1球。咁比起前3名呢，係至少失多過10球嘅。咁總結，亞特蘭大係做到全民皆攻，利用兩邊鑽石型組合 overload 邊線，流動性強嘅進攻方式，容易混亂對方，造成防守錯配。同時又以鑽石型為球隊提供基本嘅架構，雖然流動性高，但其實有跡可尋，令中堅呢都非常樂意上前助攻，因為佢知道隊友會為佢補位啊。咁其中中堅托路今季意甲呢已經錄得5次助攻噶啦，左翼衛高辛斯更有7個入球5次助攻。咁前鋒伊利石喺右路影響力極大啦，間接令身邊隊友得到更多空間發揮。咁加上高美斯喺中間嘅靈活性、多樣性，喺中前場不斷現身補位，幫波維持不同嘅鑽石型，令整套戰術呢得到充分嘅發揮。不過咁嘅進攻模式，加上全場逼搶呢，體能要求呢係非常之高嘅，同時對球隊嘅穩定性造成負擔。雖然整體球隊嘅年齡唔算好高啊，但係亦都唔年輕。其中主將高美斯同埋伊利石都已經32歲啦。咁雖然有豐富嘅經驗啦，但要喺接下來嘅1-2季去依靠佢哋呢，並唔實際嘅。加斯柏連尼要更上一層樓呢，就需要諗下接班嘅問題，亦都需要諗下中游球隊經常面對嘅問題。一踢得好呢，就會俾其他強隊搶人噶啦。咁好啦，今集講住咁多先。咁如果大家有咩想睇呢，記住加入會員參與定期舉行嘅題材 brainstorming。最後再次感謝會員 Alex 嘅意見。最後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集再見。